大家看到我现在的两个显示器，一个是 MacBook Pro 的显示器，另外一个是我外接的戴尔 U2723QX 这款显示器。这两个显示器的显示色彩，我现在已经觉得非常接近了，误差不会超过10%，是我比较能接受的一种状态了。所以我也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外接显示器上面我是如何设置的。其实看过我视频的粉丝应该知道，我之前详细的做过2期视频，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篇文章，大家可以跳转看一下，里边详细介绍了如何系统的给 Windows 做色彩管理，以及如何正确的做色彩校正。其实这篇视频发布了到现在已经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到现在我的一些想法其实也发生了改变，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对于一些色彩以及显示器上面的一些新的认识。首先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的显示器，我之前呢是戴尔的 U2720QM 那款显示器，现在换成了2723QX。声明一下，本期视频没有任何广告，大家放心使用。我现在对于色彩的认知呢，其实跟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之前我会推荐大家租校色仪，或者有条件的干脆就买一个校色仪去做详细的校色管理。不过到现在呢，我现在其实不是特别推荐一般的用户去这样做了，因为首先大家买的都是色度计而不是光度计，即便是色度计大家也不会真的去买，还是去租。但是大家知道色度计其实是有寿命的，如果一旦它超过了所谓的那个寿命，一般我在网上看的默认是2年左右吧，它就会发生一些色彩的偏移，所以它本身的校正也会出现偏差。所以即便你所有的流程都是正确的，你的色彩管理，你的校色过程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后出来的结果依然不能保证它是正确的颜色。所以你现在问我最简单最准确的方式获得正确的颜色，那我觉得就是直接用 Mac。 说起来可能是有点过于武断了，但是对于善于折腾或者说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朋友，我觉得你用 Windows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买光度计，哪怕是最入门的光度计，也不要去买色度计。光度计在寿命上面或者精度上面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的。我在这里详细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如何设置的，让它现在的显示是比较趋于一致，我肉眼看不出来什么区别。大家在这个系统设置里边找到显示器，我现在是做的镜像的设置，如果你去做扩展，比方说你去剪辑多出来一块屏幕去放监看或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我们这里做镜像的演示。对于你自己的 Mac， 你点一下内建显示器，它上面的默认的就叫 Color LCD， 这是新的 Mac OS 上面的名字，如果老的那个系统上面它应该是叫彩色 LCD， 其实是一个东西。也有一些小伙伴喜欢把它默认打到这个叫 Display P3， 其实你在上面打到 Display P3 和Color LCD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苹果上色彩管理上面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即便你选了 Display P3， 如果你去打开一个 sRGB 的图片，它依然会把你的显示色域去缩限到 sRGB 的这个色彩空间里去显示，就是不会出现色彩过饱和或者欠饱和的现象。这是苹果上面比较好的一点， Windows 呢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点你的外接的这款显示器，就是我的是2723上面呢，你在这里下面有一个颜色描述文件，它默认的会是 Display P3， 但是我测试了很多遍，打到 Display P3 上面呢，它的颜色会有一点点的欠饱和，是不太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选 sRGB就 OK 了。这个流程对于绝大部分摄影师来说，或者平面设计师，或者说你去剪辑短视频来说都是适用的。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我在给戴尔这个2723去做 sRGB 描述文件的同时呢，要返回到这个显示器里，确保它的这个色彩模式也是颜色空间里边的是 sRGB。 我这样设置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用 PC 的，所以这样设置 PC， 我在切换回 PC 工作之后呢，那它的这个显示器的色彩模式就不需要改变了。不过其实很多同学他的
一个使用情况是，它只有一个 MacBook Pro， 然后它单独的只买一个显示器去做外接屏，他们就会习惯性的把这个描述文件设成 Display P3。其实我自己刚才测试过了一下，其实这个偏差也是比较小的。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台显示器、一台 Mac 的话，那么你给它其实设置在 Display P3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买的显示器一定要对 Display P3这个色域有很好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它的 Display P3或 DCI P3 它的这个覆盖率达不到97%、98%以上呢，其实我觉得效果也不会特别好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去选择显示器上面，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去选择有那种校色报告的显示器。它上面会给你生成一个很详细的色彩报告，像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2723，它上面就有一个这么一个详尽的色彩报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它在 sRGB 下各个颜色的显示。你看这条线是2的话，它所有的都是在2以内，你看大部分连1都没到，应该是0点几吧。像这个稍微多一点的，你可以注意一下是 red， 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显示器它在显示红色的时候，可能离标准的显示会有一定的误差。不过现在在2以内，我觉得它已经是非常专业的显示器了，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用这个都是绿色系的去做对比呢，你看2个显示器，我觉得它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颜色，看我现在手机录出来的也看不出来太大的偏差。然后呢，我如果去选择一个红色系的，比方说这一个吧，好，大家仔细看，其实是有颜色偏差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就是的这一块它是有点发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发闷，也就验证了我们色彩报告上面的数据，就是红色可能显示还是有点偏差。在外接上面，其实像这款显示器，它的外接非常简单，就是一根 USB-C 去连这个显示器的后面，它连的是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看到显示器了吗？它连的是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USB-C 的这根线，它同时可以去共享屏幕的同时，它还可以给显示器 MacBook 充电。看，大家可以看到 MacBook 现在是充电状态，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在家里你其实就是一根线就可以搞定了。同时呢，它在这个位置，它是可以有一个 C 口，还有一个 USB-A 口的下行端口，也就是说你在这里插 U 盘啊什么的都是可以读取到的。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没有用过其他的显示器，那2723这款显示器我真的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把纠结了好久的一个色彩问题，今天终于算是解决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也是安利一下吧。这款显示器我现在看大概也就是3500块钱左右，我觉得大概是4000块钱以内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显示器了。如果你有外接的需求，你有对图片色彩有比较高的要求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款显示器。好了，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帮助。